雷暴将至，速将药材收妥，门窗拴牢。若有药材受潮损毁，仔细你们的皮。是。荣泽兰，今日便将你知晓与我争抢，不会有好下场。荣医师，我方才想起我晾在院中的襦裙还未收取，若叫暴雨淋透，明日当值可如何是好？我得回去收一下，这里的草药就劳烦你收拾一下了。好。记得关好门窗。嗯。哎呀，你们二人来得正好，这天下雨了，我那新裁的襦裙还晾在院中，若被雨淋湿，就得耽误明日当值了。幸好荣医师让我先回去收，就是今日御药房的差事他自己都做了，真是辛苦他了。辛苦什么呀？收拾下草药能有多累？冯医师，你做事太好心了，可不嘛！快别这样说了，大家都是同僚，快走吧。我也翻查了历年太医院的脉案，妃嫔子嗣的医案记录，皆无纰漏。想来得另寻方向探查了。这雨变大了，还好门窗关得及时，否则这么大的雨刮进御药房，可就大事不妙了。宋大人，又见面了。这雨下得突然，大人手中无伞，如若不嫌弃，可与奴婢共撑一伞。不必，既已尽职，便早些回去休息吧。如此，那奴婢先行告退。丽妃娘娘病重，急需霍山石斛入药。如今这批药材全被雨水打湿，无法使用。哎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昨夜是何人当值？如此大雨，竟未将御药房窗户关上，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？吴院判、冯院判恕罪。昨日是奴婢与荣医师共职，奴婢因牵挂晾晒的襦裙先行离开。临行前千叮万嘱，务必要关好门窗。哪料京城竟见御药房窗棂大敞，想必是荣医师忙中疏漏，这才导致药材被淋湿了。啊？不会吧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冯医师此言何意？是说我未关好门窗，致使药材受潮吗？昨夜冯医师同我们一起回的寝室，不是你还能是谁啊？就是啊，我们一同回去的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这冯英借故脱身，就是为了用这暴雨生事，构陷我。哼，雕虫小技，倒不枉我留了后手。昨夜我离开御药房时，门窗紧闭。此事，宋大人可以为我作证。宋医官，荣医师说的可是实情？这个嘛，还好门窗关得及时，否则这么大的雨刮进御药房，可就大事不妙了。怪不得昨夜他这么好心，要我共撑一伞，原来后招在这儿啊！吴院判，下官昨夜经过御药房，
确见荣医师离开时，御药房门窗紧闭，一切安排得妥当。昨夜我在漫案时见到你是戌时3刻，你是在这之前看见荣泽兰离开御药房的？正是。昨夜戌时末，我离开漫案时，经过御药房时，曾瞧见有人推门进了御药房，那身形……那身形似乎是冯医师。就是他。也就是说，我关好门窗离开后，冯医师你又暗中去打开了？不是我昨天确实是出去过，去的不是御药房，是那个西北角的茅房。是吗？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冯医师平日里习惯用的是公桶，怎的昨夜大雨反而想起去茅房了？我愿意用公桶还是茅房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慌什么？我哪里慌了？你少污蔑我！冯医师，昨夜我关好门窗离开御药房时，我在门窗上挨个涂抹了我刚刚熬制好的白子油膏。慌乱中摸着黑去开关门窗的人，肯定不会注意到。想必此人现在的衣袖上还沾有白子油膏的油渍吧？哎呀，冯医师，你衣袖上这褐黄的油渍，怎么跟我的白子油膏如此之像？冯一，如今证据确凿，你蓄意损坏宫中药材，构陷同僚，你该当何罪啊？师傅，救救我！师傅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师傅！住嘴！犯下此等罪过，还有脸求我？眼下最要紧的是找到霍山石斛。李医官，当真一株能用的霍山石斛都没有了吗？吴院判都被雨淋了，太医院暂无库存。宫外的药铺能找到吗？罗大人，这霍山石斛本就稀缺，宫外药铺短时间内也难以寻得呀，怕是来不及了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！耽误了娘娘的病情，我们所有人的脑袋都不够砍的。吴院判，丽妃娘娘难受至极，汤药何时送到？吴院判，我或许有办法让受潮药材恢复药效。当真？那你快说。什么？是谁打湿了药材？如果丽妃娘娘没有及时用药，有个3长2短，我会将此事禀明皇上，定会将此人满门抄斩。吴院判，太医院如果拿不出汤药，耽误了娘娘治病，你们都没有好果子吃。这怎么办？荣医师，荣医师，你真能解决是吗？求你帮帮我，我给你道歉，我错了，我求你帮帮我，只要你能解决药材收账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我求你帮我，我不应该因为御药房只为一直记恨你，我求你帮帮我，对不起，我求你帮帮我行吗？帮帮我行吗？我想死了。吴院判，如果我让霍山石斛重新恢复了药效，可否晋升我为2等医师？这有办法吗？当初偷穿医官衣服闯进南御室，而今又想成为2等医师，他胆子是真大呀！吴大人，眼下救丽妃才是头等大事。荣泽兰，你若解决了药材问题，太医院便破格晋升你为2等医师。谢吴院判。荣泽兰，我警告你，若你失败，耽误了丽妃治疗，不仅要受宫规惩处，还会被逐出太医院，你可考虑清楚了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我需要大量硫磺、木炭，还有火折子。李医官，快速速去办。是。这么想成为2等医师，你到太医院到底是为了什么？
院判，药材已处理完毕，请查看。荣泽兰，硫磺性烈，稍有不慎便成砒霜。你可知《雷公炮笞论》中名言“石斛忌火毒”？你这般以毒攻毒，若丽妃娘娘服后有个好歹，你担当得起吗？泽兰，你方才所用之法可有何依据啊？回吴院判，这硫磺熏蒸可以有效去除药材中的湿气。火山石斛受潮，不仅会影响药材本身的药性，还容易滋生霉斑。硫磺燃烧产生的气体可以有效去除霉斑，保证药材的品质，并且这木炭可以吸附原本残留在药材上的硫磺，以免硫磺影响药材的药性。荣医师年纪轻轻，竟有如此见识和手段，敢问此法从何处学来？我学医10载，每月定期都会为百姓义诊，以便积累经验，精进医术。此法是我偶遇一游方神医，从神医处学的。原来如此啊，倒是我孤陋寡闻了，此等巧妙的方法从未见过。那硫磺之毒，你又如何保证全无呢？冯医师，这里可是太医院，聚集了我朝所有最优秀的医官，这验个毒不是什么难事吧？这2等医士肯定是我先进的。